各位同学，大家好。你们觉得冷不冷？冷哦。我们这里的设备啊，不是很好，不是太冷，就是太热。因为你们有同学反映，房间啊，冷气坏了，所以那边就太热，然后这边就太冷，怎么办呢？请大家多多原谅你们可以 complain 那我们就看着办因为有些这个设备用了一段时间，我们这边用的时间也不是很久，还不到10年但是呢这个设备很难讲尤其是电的这个设备你不常用它坏给你看你常用它也会坏给你看那它坏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办？要修，要去处理，等一下又怕干扰到你们那不修不处理，你们又觉得怎么我们反应上去了都没有回应其实我们都在回应，但是呢有时候没有办法说马上处理尤其是电方面的这些电器方面的其实那些来帮忙我们处理这个电器的呢，都是很发心。我们不是说他不收钱，而是说我们需要的时候呢请他们来，他们都会尽快来帮忙。但是有些就没有办法马上处理所以呢我们内部知道，但是有时候呢又不敢跟你们讲太多所以呢大家多多原谅如果是发现到有什么地方太热，什么地方太冷，那想办法咯。太热的你们就穿厚一点咯。如果你们发现衣服不够，我们下面有那个听说还蛮厚一下的有几种款好像比较厚一点，所以呢就解决部分的问题咯。如果你们发现要披肩没有披肩，我们有毛巾毛巾呢可能不在这里，你们可以上禅堂那边如果我们没有打坐的时候你们悄悄进去毛巾借出来允许你们借毛巾然后披一披，那可能就会舒服一点不会那么冷了那么如果太热的话呢你们就放宽一点那么在房间大家一起睡觉呢，当然都是有一些状况的，对不对有时候你们那些晚上睡不好的同学，那么你们要发现到我们其他那些睡得很好的同学呢，他们其实都非常的照顾你们怕你们睡不着，然后呢就有点寂寞，所以他们就一些交响乐那些相声可能唱歌给你们听，你们就欣赏，然后慢慢就睡着了大众在一起都是这样的嘛，对不对相互迁就，事情就很好处理了然后我们讲到3楼
这个禅堂听说还是空的时间比较多啊。我们这样安排呢，其实是有一种一些作用啊。因为我自己本身呢在想，假如以后我们有一个道场，或者是我们现有的这个道场，我们每天都能够把禅堂开放啊，想打坐的人知道那个时间就可以进去打坐，那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因为禅堂提供这个打坐的这个空间，那么对于很多喜欢打坐的人是有帮助的。不过呢，我们时间已经安排好了，你们不要再非时闯进去啊！不是时候你们不要闯进去，因为会影响到里面。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你们有些同学忽然间动了一个念头想要学打坐，可以通知我们的监香他们就安排一个时间一个空间，然后从基础的方法呢教大家。所以呢，我们也发挥这个禅堂的功能因为我们发现到说这么多同学来了你们大部分的同学来都是对这个念诵比较有兴趣的，那么说不定有一些呢就想学静坐了，或者是你们在这边念诵。其实呢，我是蛮佩服你们还有我们的那些法师的。为什么呢？如果叫我这样念我受不了，累我看你们念得很欢喜你们知道念经其实是很费气的，对不对？一直在那边念这样。所以我看到那些念诵这个经文的，我是觉得真不容易。你看我在这边讲就是1个小时轻轻松松而且呢你们又没有规定我要讲什么，有任由我来发挥。你们念经的时候呢，不能任由你发挥的吗？你们不能看作经典，然后你们念你们的吗？对不对？你们是被规范的。那我这边很轻松，现在跟你们聊天，你看聊，时间到了就结束了，比较放松一点叫我像你们这样念，真的也是不容易的而且我长久都没有在念诵了。所以呢，我们也提供一个空间，说不定有一天你发现到说，哇，念得有一点点累了上去那边休息一下很舒服的。我们的禅堂设备也很好的，我们每年要来这边打好几次的这个禅气还有禅十四。我们说不定明年因缘具足了，我们打一个禅21，那么再下来我们禅28那说不定还有因缘打禅49，多好哇，谁在哇了你要来参加啦，哇，没有用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因缘，所以我就说安排我们禅堂开放。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开放的呢，是你们住宿的这个宿舍的对面那个文物馆。其实我们把这个空间叫做文物馆呢，有时候我有点心虚，知道吗？因为我们里面的文物呢，也不是到了所谓文物馆的那个等级，但是呢，我们希望先把那个空间设立起来，然后我们把我们能够收到的，其实大部分的文物差不多都是我收藏的，那么现在呢都归文物馆，我那边还在收，但是呢我的能力也有限，空间管道也有限，所以能够收到的不是那么理想，但是没有关系我的方式呢是临滥互却宁可
买错了在数量上先跟他建立起来，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慢慢再放风声。我们有很多佛友呢，可能呢手上有很好的、很老的说不定几百年几千年这个佛像，我们欢迎你送过来这个叫做抛砖引玉，对不对把一块砖头丢出去，人家丢一大堆这个玉过来，那太好了。所以我们先放着，然后刚好我们的这个书画展开幕的时候呢，我们办一个书画展。然后书画展的另外一个功能呢，就是义卖我和我的学生还有一些艺术家合作的一些作品，我们放上去。那你们有空呢上去看看，有空上去看看。那我们的管理人呢，或者是一些负责人，他们很担心，他说是不是我要坐在那边，然后等你们来这个是一个方法咯。不然的话，他可能在某一个空间，你们想要上去的时候呢，打一个电话找他，他就上去开门或者是一个固定的时间开。但是呢，固定时间开呢，里面没有人，他们就很担心。他说怎么办？没有人我们的文物馆有文物就好了嘛，没有人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他们的意思不是说没有人，意思是没有人去管理那怎么办呢？因为他们怕什么？你们想到他们怕什么呢？这个就是叫做信任问题。我们讲信心信任，我是很信任你们的。我相信你们只会把更好的东西放进去，我不会相信你们会把那些东西拿出来。你们要拿出来的东西可以请出来当你们请出来的时候是那些书画吗？我们就义卖了你们就捐钱了，多好那么至于那些佛像什么这样，你们看了，你看到佛像，我们那么庄严的佛像放在大殿包括我们这个24诸天，我们放，虽然这个地方一直都有人我们就变成很信任因为人盯人嘛。但是那个地方没有人管，没有人看的话，我还是相信你们，还是信任。而且我想，我们大家到这个寺院来了，到道场来了，在佛菩萨面前，你敢吗？对不对而且我们那些文物都是佛像菩萨像罗汉像祖师像你看了欢喜，要怎么样？要赞叹，对不对然后你也希望说，它就长期放在那边，让更多的人来欣赏，对不对还有呢，你看我们处理这些书我们的衣裤香还有我们的这个茶，我们就摆在那边我看到你们同学呢很欢喜去那边自己拿出来拆看然后去试穿什么这样，没有人理你的你们要怎么做都没有关系的嘛我们都让你们去，因为我们相信所有进到我们这个道场的同学，你们呢是来种福报的。如果你们进到寺庙又来折福，何苦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很放松的，很放心的。我跟那些负责人讲，因为他们怕说到时候真的有
外人啊，我们就想象有外人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说没有关系啊，他请回去了以后可能会有出现几个情况，一个他看到那个像那么庄严贺他的演员，他外面找不到，他来这边请回去啊，他去供奉，有什么问题呢？对，我们这边的观音都肯去，没有不肯去观音嘛，对不对？那如果他拿出去呢？他拿去转手或者拿去卖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同情他，他可能就需要那个钱嘛，对不对？我们都布施，都愿意布施了吗？还怕什么呢？对不对？还担心什么呢？还挂碍什么呢？放心。所以我们越是这样放心，你们也就越放心了。你们也放心去看你们知道说去看呢，去欣赏因为有些佛像呢不一定你们看得到我们尽量的去收集。我们的空间还没有完全处理好，以后我们有一些橱柜的话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佛教文物，我们还会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空间把它摆出来然后让大家增长对佛教文物的这个知识。所以呢，大家来这边是很放松的你们念诵的时候很放松的念，打坐很放松的打坐，要进文物馆很放松的进去欣赏。然后你们想要请我们这边的一些书或者是香或者是茶还买一些衣裤你们也很放松的。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很放松的，就是你们吃饭的时候也很放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放开肚皮吃蔬菜，你们真的放开肚皮我们的义工我会看很开心。为什么？我们都把它吃完这个很开心这个在大寮厨房里面的义工看到这个情况都很开心所以呢，我们就放松，是因为呢，我们有信仰然后我们呢有一种信任所以呢，我们可以很放松包括你们在晚上休息的时候也可以睡得很好不怕半夜出什么问题，对不对所以用我们的信心呢来学习，然后来进行我们的功课。那我们已经谈过信的这个部分然后用这个信呢来贯穿我们的修行，所以它有一些次序有一些次序。那么除了这个部分，实际上呢，我们在讲到修行佛法的时候呢，是有很具体的方法的佛陀提供给我们修养这个身心的是有很具体的方法的，就是说你可以很实际的行动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部分，或者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部分呢，都是偏这个理上面先从理上面呢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一些知识，让我们知道一些内涵，然后呢，当我们要去实践应用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不同的方法了。你们现在来这边呢，重点放在经典的念诵那么这个部分的功夫呢，实际上跟我们接下去要讲的比较主题的那个部分呢，就是普贤十大愿呢，它是比较相应的它比较偏向这个信愿的这个法门。但是佛法的修行呢，还有一些很具体的，它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因为这个部分呢，它马上跟我们的这个信仰结合像你们
读这个普贤十大愿的时候，就会发现到它是跟我们的信仰它的那个相应结合比较深。但是我们如果没有来到这边呢，也没有来到这个寺院或者道场，或者我们在马来西亚比较普遍的佛教团体在其他国度呢，或者其他的地区他们学佛的空间比较多会集中在寺院道场。那马来西亚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们有很多佛教团体佛教团体呢有很多是由在家人来组织的。那么寺院呢是以出家人为中心的，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叫寺，普照寺，但是我们这边呢出家众很少很少。那目前呢有关系的只有我一个但是常常来活动的呢有很多有一些，但是他们不属于我们这里的常住众。其实这个寺院呢最早期的时候不是由出家人住持的是我们的老居士。老居士已经往生了，那他把这个地呢捐给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所以它是一个组织来的，一个全国性的组织，那么来接受老居士的这个捐献，然后来这个地方建一个道场，然后来进行各种佛教的活动所以我们这边的情况比较特殊，即使是寺院还是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来运作。所以我们这里有管理委员会。那么老居士呢，他捐献这块地的时候呢，他说要建成一个道场，需要有一个住持，然后就请我那个时候是佛青总会的副会长我就有这个责任因为他要捐的条件是要有一个住持嘛，我就有一个责任来接受了以后呢，我又当了会长，然后我现在退休了，佛青我就退休了，当了宗教顾问，现在当宗教导师，所以继续帮助佛青来看守这个道场。所以我们这个道场呢就能够很好的由我们的管理委员会来操作。我们办这个活动的时候也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执行委员会，类似这样来操作所以这样的方式在马来西亚佛教界呢比较普遍的。所以你们来了